各位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 Q&A 的视频节目。那我们直接来到这一期我整理的这些问题当中吧。那第一个问题我放的是一个比较热门的问题，而且是由一个网友在不同的视频下面留了很多条，他在问 M2 Max 的16寸 MacBook Pro 多久上市？首先我们想一下，在2022年剩下的2场发布会，9月份的主角是 iPhone，10月份的主角大概率是 M2 的 iPad Pro。那这个 MacBook Pro 也算是苹果最主要的一个产品了，如果再塞到这2场发布会里面，就会显得今年的发布会比较臃肿。而且上一代不能叫上一代，而且这一代的这个 M1 Pro Max 才在去年差不多相同的时候发布，所以这个周期其实也才不到1年。那我觉得更合理的情况应该会是在2023年上市。那其实现在有的消息呢，也和我个人的想法是比较接近的。那大部分供应链里面的消息都觉得 M2 的 Pro Max，MacBook Pro 应该大概率是在明年的上半年和我们见面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还能够等的话，那就再等个差不多半年的时间，应该能看到它上线了。第二个问题是 UP 前些日子爆料14 mini， 你觉得会有吗？这个14 mini 的消息其实差不多是2周前吧，我记得当时我看到了，但是我也没有做视频讲这件事情，是因为我自己的内心觉得并不会有14 mini 的。虽然我是真的很希望能继续有14 mini 这个产品线，因为我在以前的视频中也说过，我是比较喜欢 mini 的，主要是因为它那个小巧的手感，而且它的性能也对于日常来说是完全够用的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个12、13 mini 的产品销量不是很好，那苹果作为一个商业公司，所以把它砍掉，换成他们觉得消费者更能接受的产品，我觉得是合情合理。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消息来源，我觉得就是应该是一些希望能够看到14 mini 的一些人的一个想法吧，但是我觉得有的概率真的是太小了，希望有，但我觉得不会有。第三个是一个弹幕，是大耳朵曾经很苦逼的一个小 UP， 自从失业全职 UP 后起飞了，懂了，这就去辞职。很感谢这个网友告诉了我如何成为一个成功 UP 的关键的方法。下一个问题是，小天会出 Mac Mini M2 吗？其实我对 Mac Mini 这个产品一直没有很关注，因为我没有用过这个产品系列。应该说是那时候更新 Mac Studio 的时候，那时候大家都以为苹果会更新的是新一代的那个 Mac Mini， 但是没想到苹果一下子出了一个新的产品线，所以从那之后 Mac Mini 的消息就感觉这个风声就少了很多。之前的说法是说最快苹果会在2022年更新 M2 的 Mac Mini， 本来这也挺合理的，因为 M2 芯片已经出了嘛，但是还是那句话，就今年下半年的产品已经就是很满了，所以苹果在这时候如果再出 Mac Mini 的话，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会这么安排。而且同时我也看到郭明基他觉得他的消息来源是说苹果应该会是在2023年更新这个 M2 的 Mac Mini， 所以我也更认同他的这个说法，就是我觉得在明年更新 M2 Mac Mini 的概率更大，并且在这之后还会更新 M2 Pro 的 Mac Mini， 但是我觉得那个可能得等到 MacBook Pro， 也就是 M2 Pro Max 的 MacBook Pro 更新之后，再更新 M2 Pro 的 Mac Mini 应该是更合理的一个顺序，因为毕竟 M2 Pro 和 Max 是要给这个主角们先用上的。下一个问题是想问下一代 MacBook Air 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更新？这个问题好像问的有点太着急了吧？因为现在 M2 的 MacBook Air 是在今年的7月份更新的，那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2个多月。问这个问题是对这一代 MacBook Air 太不满意了吗？现在对于下一代什么时候会出，我是完全看不到有任何消息来源的。回答这个问题我大概自己推测了一下，因为根据之前历史的发布的情况，那就是 M1 MacBook Air 呢是在2020年的11月份，然后这一代是在2022年的7月份，差不多就是1年半的时间。再加上这一次它用上了全新的设计，然后也当然换了这个 M2 的芯片，所以我觉得苹果至少也要隔1年半再更新下一代吧。不过我不太明白你对这一代 MacBook Air 它是什么是设计上还是性能上让你
觉得你不想购买它，因为这一次它是才获得了全新的设计更新，下一代在这个外形上基本上是不可能有什么变化的，那顶多就是一些常规的更新，如果到时候有了 M3 芯片，可能把 M3 给加上去，所以如果你是因为这个外形的话在这边犹豫，我觉得就不需要犹豫了，就如果你需要的话就买吧，下一代这个外形不太会有什么区别。下一个留言是墨尔本真是深有体会，冬天的海风刮起来是可以死人的，跟悉尼简直是两个世界。知道了，悉尼的这位同学请你坐下。不过说的确实是实话，墨尔本这个冬天我 The strongest gusts were near the Grampians. Disaster. Jesus. Fly away. 啥也不说了。不过我前几天也才看到新闻讲，好像澳洲的北面悉尼还有昆士兰那边 A once-in-a-century weather event has now happened twice just this year. 好像最近雨水会多一点哦，所以你那边现在也不一定会比我这边更舒服。下一个留言是我把13 Pro 给了外甥女，自己用12 mini 觉得不行，急等14 Pro。这其实跟我是一个情况，就是我之前把13 Pro 换回了12 mini， 想体验一下什么感觉。后来换回来之后发现确实是有差距，无论是从这个性能、屏幕，然后使用的这个流畅度，上面都有不小的差距。那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电池电量差得有些远。所以他说急等14 Pro。说实话我也在等14 Pro， 但是都不用急了吧，还有1周不到的时间就会发布了。那到时候就大家可以给自己这个钱包做出这个清空瘦身计划啊，看你的情况是瘦身还是清空。以上这些就是今天的这个 Q&A 的环节，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或者弹幕，然后有大家感兴趣的问题，我也会像现在一样继续挑出来，然后给大家在每周的周末跟大家做出一个分享。那今天的视频内容就是这样，我是小天，一个普通的消费者、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